这是著名康熙皇与全览图中的台湾。很长一段时间内，清帝国地图上所画的台湾，深刻影响了其他国家对这座岛与帝国之间关系的理解。像是这幅地图是18世纪初的一位法国地理学家绘制出来的福建省，基本上就是按照皇与全览图画出来的。19世纪晚期发生在台湾海域一系列的争端，多少都与这种地图与认识直接相关。今天这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清朝把台湾画成这样。在我们继续前，我想先介绍这支视频的赞助 Surfshark VPN。所谓 VPN 指的是虚拟私人网络，透过加密通道连接上网。换句话说，使用 VPN 时，你的装置虽然也联网，但不是透过当地网域，而是从其他地点连接。那么为什么用 VPN 呢？首先，你可以在旅行时使用 VPN 连接回老家的网域，如此一来，在国外登录 email 或其他账户时，就不会让系统误会这是来自外国的骇客入侵，导致访问权限被锁。再来，有些网站如市面上最好的串流平台 Netflix、Disney Plus 都有各国限定的内容，如经典的《死亡笔记本》，但你可以使用 Surfshark VPN。透过 IP 转换轻松看到的。此外 ，Surfshark VPN 在全世界超过100个国家架设了3200多台伺服器，所以用户能非常快的连接到指定网域。我强力推荐试试 Surfshark VPN。你可以点击视频下方描述栏内或置顶留言的链接，输入优惠码 History Channel 即可享受专属优惠以及额外4个月免费服务。30天内不满意还能全额退。每个月花不到1杯咖啡的钱，你就能突破民族国家设下的网络长城。谢谢 Surfshark VPN 赞助本期视频。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考虑清朝是如何将台湾纳入版图的。关键问题是，入版图究竟是何等意思？首先，在明郑东宁王国灭亡以后，北京朝廷起了一场大争议，也就是所谓的台湾气流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清廷对于要不要继续实际控制台湾这一问题上意见非常分歧。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在澎湖大破明郑，延平郡王郑克爽投降。满清群臣上表恭贺康熙帝，终于剪除海外一大患，奏请康熙帝为征服台湾一事上尊号，并纳入版图，但却被康熙一口回绝。我们来看一下《清实录》中是如何记载。康熙说：“台湾是海外地方，与我们没有太大关系。过去因为不受网化，以至于骚扰沿海居民，搞得大家没法安宁，所以我才令大军前往剿灭。即使台湾没有归顺，也不会对我国的治理产生任何缺失。”最终，康熙拒绝了群臣的建议，拒绝为自己上尊号。但好玩的是，群臣再次上奏，称台湾虽然在海外，但海贼占据多年，凭借天险骚扰沿海居民。今天在皇上的指导之下，剿抚兼行，海贼才归顺我朝。皇上的威德行于海外，是自古以来的创举。我们绝非不知皇上以义简之道治天下，不喜欢粉饰夸张，只是皇上的功德实在超越了过去的所有帝王，不加尊号，无法品味臣民仰慕之心。讲得非常肉麻，但就是希望台湾最终能纳入帝国版图。然而更有趣的是，康熙居然再次回绝。他说海贼就像皮肤病一样，而台湾是个弹丸之地，得到了也像是没加什么一样，没得到也不会有损失。康熙2次回绝纳台湾入版图的请求。就跟我在讲库页岛那期视频说的一样，对大清统治者来说，他们最关注的便是统治成本的问题。一个边陲地方都要花费大量的钱，对清廷来说是没有统治诱因。回到1684年那个当口，你可以想一想当时的中国是什么情况，可以说满目疮痍。3年前的1681年，清廷才结束了长达将近10年的三藩之乱，同时北边的俄罗斯也对满洲的黑龙江一带蠢蠢欲动，而西北的准噶尔汗国入侵今天天山南路的叶尔羌国，将今天的整个新疆纳入其统治，直接威胁大清的西北边防。中国正值多事之秋，到处都要烧钱。在当时的康熙看来，朝廷实在没有心力去赔钱统治东南边陲上一小岛。然而，即使康熙帝连续2次否定了将台湾纳入版图提案，群臣仍然持续上奏。其中最关键的留台论支持者不是别人，正是攻台大将施琅。施琅上奏攻城台湾气流书，这份文献在维基文库都能免费浏览，这里就不做细节分析了。但最重要的主张就是台湾一地虽属多岛，实际上关涉4省之要害。所谓4省指的是福建、广东、浙江和江苏，这4省是大清帝国的赋税总地。也就是说，施琅同意
台湾确实是弹丸之地、海外孤岛，但如果往后又有海洋势力占据此岛，将会对帝国的赋税重地造成直接的威胁。因此，从国防的角度来说，即使赔钱，大清也应该将台湾纳入版图。但施琅绝非什么爱国主义者，他之所以希望帝国将台湾收入版图，有其私心。当施琅率领大军抵达台湾岛后，便开始私自占领正式开发好的田地。这是光绪年间地方缴纳给施家田租的凭据，又称施大租。换言之，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施家都在台湾收田租。事实上，施家一直都是台湾岛最大的地主之一。我们也可以注意到，这一批在清初最早到台湾去的闽南殖民者，是带有非常复杂的动机在背后，这段历史非常复杂，这里点到为止就好。虽然施琅有私心，但他的提案打动了皇帝和满洲重臣。确实，台湾岛已经随着兴盛的海洋贸易，在战略地位上越显重要。最终，北京在讨论10个月之后，康熙帝才拍板定案，同意将台湾纳入帝国掌控之中，隶属福建省。然而，财政难题仍然摆在那。统治台湾的成本问题怎么解决？尤其在震惊参与三藩之乱等一系列战役之后，台湾的汉人人口凋敝。当时第一任诸罗知县季其光就观察到，台湾汉人人口去掉官兵、难民、正式的官员中等之后，实在是人散地荒。根据清政府的数据，1685年的汉人总人口，男丁加上妇女，总共就3万出头。当时丁饷的课征对象只有男丁，所以实际上整体税收就更少，因为男丁仅占了一半，共16000多人。在这个情况下，帝国不得不派官员、军队到岛上，用以防御汉人造反。另外一方面，台湾的财政又无法立即独立，必须福建省和其他省份赔老本金援，因此对清廷来说，统治台湾的战略性目标就是用最少的财政资源来防堵汉人叛乱。在此目标底下，帝国只会派员到汉人聚居地，对所谓的藩地没有太多统治兴趣。但问题是，如果清政府不直接管理藩地，就等于说这一大片领土是没有帝国的政府组织和军队。这一情况导致的后果是，汉人不时会跑到藩地去开垦，因为帝国不在那里收税。但这对清廷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岂不是让有叛乱前科的汉人到了不受帝国控制的区域了吗？所以，如何有效管控汉藩交界，就成了清廷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结果来论，清廷看得非常准确。因为有清一代的几乎所有叛乱都来自汉藩地的交界处，朱一贵事件是如此，林爽文事件更是如此。因此，清政府需要有一条边界来标示何处是汉人殖民区，何处是原住民地区。大清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喜欢搞分区治理的朝代，在满洲、蒙古与明帝国18省的交界处，皆设有柳条边，防止汉人、蒙古人跑到满洲拓垦。台湾亦复如是。当时有所谓的藩界的存在，但此界也不是满洲人的发明，明郑时代已经有了，当时就称为土牛沟，以区别汉藩地。而这个名称也在清代沿用下来。为什么叫土牛呢？因为当时明郑的闽南殖民集团为了得到更多粮食与资源，与原住民部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武装冲突。当汉人殖民地扩张以后，殖民者就会堆起巨大的土堆表示边界。这个土堆大的如牛，故名为土牛堆或土牛界。但在明郑时代，并没有系统性的设置土牛藩界，直到清代才开始真正系统化。康熙朝时，虽然应该也在地图上画了界限，但帝国并未严格执行隔离政策。即使如此，帝国的态度也是非常明确，他们只管汉人与收藩，也就是被同化的原住民。甚至到了康熙末年，有一批官员开始主张不需要搞隔离，同化生藩不就好了。我们来看一下闽浙总督、满洲权贵觉罗满宝的一份奏折。从台湾入版图以来，所有凤山县之熟藩、历历等12社，诸罗的熟藩、骁龙等34社，数十年受到皇帝的圣责，每个部落皆民安务福，移风易俗。其余南北2路的生藩，自古以来就辟处山谷之中，身教未通。近年生藩眼见熟藩内附，而且只有很轻的赋税徭役、饱食暖衣，在圣上的领土上活得很滋润，安稳的耕种。生藩部落都欢欣鼓舞的想要加入帝国的编户起民行列。
从这段文字看来，我们其实无法知道界外原住民是否真的想要被纳入辩护起名，但唯一能知道的是，确实有一部分生番部落入纳税人的行列。觉罗满宝认为这是值得上报天子的消息。这里继续说道，除了让熟番照常贸易以外，内地的兵民不准擅自入番界生事，或者以巡查为借口而行骚扰。生番所报的丁口复入版图，不要没事去查他们，要顺其不是不知之性，让他们共享太平盛世。这里最值得琢磨的是复入版图一词。要知道，这份奏折不是写于1683年，而是1716年了。清朝已经灭了明郑30多年，但即使过了半个甲子，就闽浙总督看来，所谓的规划等同于生番入大清版图啊。换句话说，对觉罗满宝而言，生番是属于界外的化外人口，某种程度上，界外土地并非帝国版图。觉罗满宝的说辞绝非孤枕，在18、19世纪时，这类看法相当普遍。如这位福建士人郭启源在一篇文章《慎防守义》中说到台湾的状况。郭说，台湾孤悬海中，能种五谷，往北能到辽东，往南能至漳泉，全台3000余里，入大清版图的部分只有2000余里，而余系生番杂居。当然，郭启源不是帝国高官，他只是福建闽县的一位诸生，没有科举功名。但是这也显示了上至闽浙总督觉罗满宝，下至福建一读书人都不认为界外土地是帝国版图的一部分。然而，虽然不少的材料反映了觉罗满宝和郭启源的看法，但也有不同的理解存在。这是重修福建省台湾府志中的一段记载，在网络上都是公开资讯，怀疑的人可以自己去查阅分析。这里说，台湾辟除在海外，过去都是土番聚居，自从归入版图后，出现了生熟番之别，生番远住内山，最近也开始接受教化，按时纳税服役，属于辩护起名。这段记载所透露的意思是，与觉罗满宝、郭启源相反，是认为生熟番地都是大清版图，两者的区别只是有无纳税服役而已。对于我们这些深受现代国族主义荼毒的现代人而言，这两种看法是冲突矛盾的。然而，它其实就是帝国政策有机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大清确实宣称整座岛的主权，但是因为管理成本的考量，清帝国的行政管理权只作用于番界以内的汉地与部分归顺朝廷的熟番部落。所以，究竟为什么清朝把台湾画成这样呢？视频看到这里，我想答案已经呼之欲出。被画出来的台湾西半部，正符合清政府实际在岛上掌控的区域。这种行政疆界不只意味着行政资源只用于台湾西部，也表示康熙政府没有足够的资源能够派人到番界之外去做地理勘察。我们来看一下这份地图。这份地图约莫是满清最早掌握的台湾地图之一，大概绘制时间是清廷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也就是1689年以后。实际上，这幅地图是与另外3份帝国北疆的地图装订在一起，而那3份地图分别是罗刹，也就是俄罗斯，以及满洲北边的爱魂地区和蒙古。我们来看一下这份台湾地图。这里是下淡水，也就是高屏一带，然后这里是高雄的凤山，再往前一点就到了台南的赤坎地区，然后很快就到了淡水、八里，然后是基隆。这种画法代表什么呢？很显然的，这地图不是实际测绘后的产物，很大程度上就是示意图而已，显示由岛的南边到北边的汉人殖民者控制的地理空间。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地图的上方画的是绵延的山脉，这座傀儡山就是今天屏东的北大武山，往北一路到龟龙山，也就是今天的基隆山。这表示什么？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山后面的空间不是台湾。此类的绘图习惯也体现在另一份著名的地图上，那就是台湾博物馆典藏的康熙台湾舆图。这幅地图绘制的时间约莫与上一幅地图同期，但可能更晚一些，因为从纯粹信息体量的角度而言，康熙台湾舆图更为完整，显然做过一定程度的地理探测。我们看到这里是今天的基隆，往南一些是曾经强盛一时的大肚王国，位于今天台中一带。继续往南可以看到山脉的相对位置、河流走向、聚落分布等方面的信息，都比上一幅详细太多。这里我们看到诸罗县靠海的部分，还有军营，然后这里即是所谓的台湾县，也就是府城一带。这幅地图甚至还把府城的街道还有一些重要的建筑都标记出来，像这里的文庙，指的便是今天台南的孔庙。
然后我们继续向南走，这是高雄凤山，再往南走，这是上一幅地图也有画出来的屏东下淡水地方，这里的上面有座山，地图上名为粪池山。我完全不知道这是哪一座山，知道的朋友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我下次回台湾时一定要去看一看粪池山是个什么地方。但除了山名以外，后面还加了注，如粪池山后面标记人迹不到，北边两面山也有同样的注脚，南边几座山也标人迹不到，这代表什么意思？画地图的人难道不知道山的另外一头住了原住民吗？我认为他们当然知道，但在画地图的汉人殖民者看来，生番不是人，连带的这些非人的生番所居住的地方也不算个地方，所以地图上就直接不显示了。上一幅地图画得更绝，山的后面就是海了，直接将中央山脉后面的土地画没了。这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汉人殖民者的文化沙文主义，但另外一方面也是有更为实际的原因，导致地图被画成这样。这又回到我们前述所说的统治成本问题，没钱、没人。也没资源，所以无法派员到所谓的台湾后山去做地理施测。这个情况在视频一开头的康熙皇宇全览图中也没得到太好的改善。我们来详细看一下皇宇全览图，可以看到这份地图上的台湾与前面2幅一样，都只画了西半部。但是这份地图因为包含经纬度数据，被认为是当时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地图。但台湾部分，清廷派了多少人去做地理调查呢？根据记录，南部就派了1名耶稣会传教士和1名清廷官员，北部则只派了清廷官员过去。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么少的几个人要负责测绘整座台湾，而且在藩界之外还没有帝国的军营提供军事保护，在如此的人力分配之下，台湾后山的地理情况根本不可能被探测。这种地图上的空白也再显示了，此时的清廷其实并不能实际掌握台湾东部。皇宇全览图另外一个显著的空白就是贵州。贵州省在我们理解之中是大明的关内18省之一，所以应该也是汉地，但其实不然。我们来看一下被派去贵州做测绘的耶稣会士用意大利文写出来的回忆。这片土地被称为苗地，虽然位于中华帝国的中心，但不受其管辖。苗地有自己的王子，这片土地上的人比中国人强壮得多，他们有不同的风俗和语言。这片土地多山，旁边的片土地也是如此。苗地只是贵州众多具有自治权的领地。换言之，更有可能的状况是，帝国派去做测绘的官员，就算想进入贵州土司领地，但只要苗地的世袭贵族不让进，他们就没辙了。所以，这位欧洲人才会称这块地不受中华帝国的管辖。在台湾亦复如是。面对居住在山地丘陵的生番部落，如果大清真想执行军事征服的话，将花费令人无法承担的成本。在此脉络下，藩界以外的大片土地成了如此的空白地带。然而，这个化外之地不是完全不变的。历史上各国的领土是一直都在变动的。随着时间逐渐推移到18世纪中叶，台湾藩界开始向内推进。这个藩界变动是与闽南殖民者不断向山地丘陵区扩张紧密相关。在18世纪后，帝国关于藩界与藩地的政策从消极转变为积极，一系列关于土牛藩界的地图也被绘制出来。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制作于乾隆朝的台湾田园分别垦进图说，也就是学界习惯成的直线图。但这是之后的内容了。